那么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机智强的变形金刚玩具分享时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呢是变形金刚3低级别的摇晃。这时候可能会有观众朋友要问啊，这个摇晃怎么跟我脑子里看电影里的那个拿着电鞭的 SS 那个长得不一样啊？没错兄弟，确实不一样，因为这会儿它已经变成漫画的这个造型了。当然我的印象里它好像没有在变3的电影正片里出场啊，不过无所谓了。作为漫画造型来说，这个玩具的还原度可以说是10分甚至9分的高。配件方面是一个轴动武器啊，经典无实物表演，就随便拿个轴动武器给大家意思意思得了。反正讲的主要还是玩具本身。那这就不得不搬出大强老师之前天天叨叨的一个这个理论啊，就是我一直都觉得变形金刚3，尤其是低级的玩具，他们那个轴动武器设计的绝大部分都很糖，就本来这个玩具这会儿的尺寸就已经开始缩水了，然后设计呢也没有那个电影上映前跟那个就电影上映前之间那段时间那个玩具的质量了啊，主体缩水了。那按理说这经费啥的也没变啊，是吧？那么多零件都拿来做轴动武器了，是挺蛋疼的，我只能这么评价的。那抛开武器本身，这个摇晃也算是在变3那么多低级玩具里就10分甚至9分优秀的水平了。哪怕它这个可动是稍微差了那么一点点啊，不过依旧无伤大雅。我喜欢的原因就很简单，它是我印象里整个真人电影线唯一一个这么收车壳的模具。它把几乎80%的车壳啊，就以一个非常精妙的设计去叠在了背包这里，然后再加上一些造型的结构，让它成为了一个翅膀一样的这么一个玩意儿。不管是效果还是把玩体验来说，都10分甚至9分的棒。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推荐这个模具的原因，因为作为一个变形金刚真人电影线玩具来说，它非常的好玩，哪怕可动挺着急的。那除去配件之外呢，对，这里忘说了一下，变3的这个原色的版本啊，给的是一个轴动武器，然后到了那个变4，就是对的变4日版重涂的那个版本，它变成了蓝色啊，更加还原电影里的颜色了，同时给了2根电鞭。然而悲伤的是，我那个日版的电鞭也不知道给我丢到哪里去了，就很可惜了。抛去这个题外话，说回模具本身啊，正常的变形是这个样子的，很丑，我不喜欢这个脚的这个摆放的方式，我觉得很丑陋，本身就稍微有点累赘了，你再这么放这个脚就感觉它这个下盘不太好看，然后我就喜欢把它反过来折。反过来折之后有什么好处呢？一方面它更像我们变形金刚特有的这种破碎感啊，另外一方面呢，它有2个轮子，跟横炮一样，2个轮子在这里站着，挺有感觉的。整体的这个造型就更碎了嘛。然后这边呢，确实有一个零件翻下来当这个脚尖，然后这还有一个透明件这个透明的造型件就这样扣在这里，它是车前窗的一部分，设计是挺巧妙的，但是正面看是实在不好看，我还喜欢翻过来啊，就挺张扬的。当然，这模具的缺点是什么的？有一个巨大的缺陷，好在变3原色这个缺陷不明显，我们之后讲变4的时候会着重去讲这个地方。就在这里，它这里的球关节结构可以说是有钱没地方花了，说是你可以在变3变2那段时期的很多玩具上，尤其是 FOC 的玩具上，你可以看到这一点，就是它的球关节是自己做了个球关节扣上去，顺便打了个螺丝钉。哇，这么奢侈吗兄弟？何意味啊？然后除去这个问题之外呢，就是特别的松，它的关节比较松，我直接在它的大腿里塞了巨量的这个蓝丁胶。你没塞是吧？那是日版塞了，那美版好像只有膝盖这里松一点，那没事了，是我记差了，对不起啊，给你道个歉兄弟，你还是挺优秀的。那说到哪儿了？好像没什么别的缺点了，就这样吧。硬要说的话，是我个人觉得是个缺点啊，你腰转呢啊？没有腰转我怎么玩？我觉得可动这块的谁给我补？好 ，OK， 这一边说完了之后，大家细致一下看这玩意儿的造型吧。我前2天把它翻出来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逼仔的脖子，就脖领子这块零件啊，翻起来长得像威震天没绷住，挺抽象的。我正考虑打印一张威震天脑袋贴纸，能量宇宙威震天脑袋贴纸贴到这个下面。好，那头雕的话长得只能说比较还原漫画，确实挺长的，有一点黑色的涂装，还有一些蓝色的点缀，细节还行，略微有一点点肉，不过还在接受的范围内。它是透光眼，就后脑勺做的是透光件，
但是这段时期的官方玩具做这个后脑勺透光键都有一点，我知道我要做透光键，但是做的很奇葩，它往往会用一根螺丝钉在这个明显能影响到透光性的这个地方，导致它的这个透光性几乎为零，很烦。胸口这里的话是一个这么个设计啊，它是把车的车尾两边的这零件往里折，然后中间的零件往里推，然后也是车尾的这个算是尾翼的部分吧，给它往内折，折成这个效果，配上一个假零件做的这个真胸，玩起来很爽啊，结构看起来也挺有那感觉的，蛮碎的。然后大腿这里的话，就还是那句话，如何证明老物的透明件质量好？这一块车窗是透明件，这一个大腿带转轴都是透明件，兄弟。然后你看这个屌透明件有没有白痕？没有，嘎嘎扎实，兄弟，又厚又扎实，放心大胆的玩，我只能这么说。那还有什么好讲的？没什么好讲的，那直接看可动吧。可动性方面，脑袋转一转没毛病，当然也只能转一转了啊，也只有平转这个结构。肩膀部分平抬能抬到这里，然后这边的话也算是变形原因吧。你说它有个蝴蝶肩，那也确实能用啊，确实能用。然后这边的话是变形原因啊，这里可以往上抬，抬上来之后有什么好处呢？就辅助你掰一些姿势吧，确实用得到这种细小的可动。然后手肘这边的可动比较诡异啊，它一方面是有这么一个平转的，然后转的时候长这个样子。然后曲肘的话也算是变形原因吧，它曲肘的位置在侧边，不过不影响你去自行的依靠这些可动来做这种曲肘啥的，甚至可以很舒服的摆出这个双手合十的这么一个造型啊，也行。手腕这边就小臂这边就没有什么额外的可动了，但是这个爪子的刻画我倒是挺喜欢的，不是那种特别对称的爪子，稍微有点歪，还挺有感觉的。然后这里是有一个插口，同时这个地方我估计海之宝最早是准备给它做电边配件的，因为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非常标志性的经典 3.0 2.0 啊，不，别说经典 3.0 了，就整个真人电影线在前期经常使用的这一个依托 C 型扣进行一个连载，就是放置武器的这么一个结构。我的那玩意儿呢？啊，对，拿出来山羊膜，山羊膜身上有3个这样的这个武器，还挺有代表性的。那我们就随便拔一个，拔下来吧。拔下来之后，给它放到这个玩具上面啊，就是这么一个结构，它是可以联动的，也不是说联动吧，就是你自己找点这种类似结构的东西给它扣上去啊，都可以用。我估计最开始准备整个鞭子啥的。好 ，OK， 我们把这个零件给它拆下来啊，就是这么个玩法。好，下半身的话，腰部是没有可动的，只有前踢可以踢到这么高啊，后踢到这里被这个翅膀挡住了，侧踢的幅度啊也很可观。大腿的平转没问题，屈膝的话，正常变形是几乎没有屈膝的，你要靠这边的这个零件去屈的。然后这个屈膝屈出来的效果不能说丑陋吧，只能说很蛋疼，因为它的大腿实在是太短了，所以我宁愿给它折过来，然后靠这样子，这就正经屈膝了，就挺舒服的。然后它是有平转的，我跟他说过了啊。脚部的话没有接地，但是它脚大，随便接，因为脚大结构的问题，支撑点很多，所以你可以放心大胆的接地。好 ，OK， 兄弟们，这就是这个变3低级别摇晃的全部可动了。接下来咱们展示一下这款产品的变形设计啊，也是大家老师主吹的第一部分啊，我觉得它这个设计非常有意思，也挺好玩的。那变形设计这一块的话，因为确实大家老师已经保守估计得有2年没好好玩过这个模具了，所以我大概观察了一下，这基本上变形都快成初见了，只是大概有一点印象，想想从哪里开始搞。先从下半身开始变吧。它的下半身变形，第一步先把这个轮子给它往外折啊，给它往外折，就腾出来空间啊。这边这个零件也会别到的。然后如果你不想这个玩具坏掉的话，就变的时候稍微小心一点。它有一些位置是稍微有一点别的，而且别的地方呢还正好跟透明件什么的有点关系，所以玩的时候稍微注意一点就可以了。目前这个模具在市面上的价格也不是特别贵，80块钱左右的价格就可以买到主体或者全配，运气好能蹲到跟以前一样蹲到50块，所以挺好的。那咱们继续变啊，下半身的变形如果是车面人的话，是我印象里一拽就一气呵成了，那人面车就稍微有点那个啥，就得注意一点。在这个地方，就是这边这个零件啊，它是一个卡扣，跟这个透明件的连接杆是要扣在这个里面的，我们就去推啊，把它往下折啊，去推，去推，咋回事？记得是推啊，没问题啊，就这个零件啊，给它往里，合一为兄弟，哥们记得没问题啊，
哦，这个轮胎这地方卡住了。我再继续往里这样推，好，就咔一下，轻轻咔一下，这玩意儿就扣进去了。扣进去之后，是不是这里有个啊？对，没记错，就在这个地方检测这个地方究竟有没有扣到位，就看这个零件，它这个轮胎里面有一个凸起，对应这里的这个凹槽，就这个地方稍微有点别，就是有点别手。好，这边塞完之后，我们塞这里啊，塞这里，怎么塞呢？还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我们就把它往里扣。扣了之后，先给这个轮子啊给它避让开，那先保证这个零件能好好的插进去。哎呀，好，扣进来之后，这里啊凸起凹槽一结合，搞定。然后接下来的话是这边翻开之后，把这个零件一折下来啊，从这里先给它塞进去，因为我记得好像塞不进去的话，这边这个零件就不好复位了。塞进去之后呢，这边啊刚才说的那个屈膝的位置就用得上了，就把它一折一扣，严丝合缝。另外一边也是一样的，把它往里折啊，这里还是挺紧的啊，大家变的时候稍微慢一点点。好，这样一折一扣 ，OK， 去把这个车头给它密合，简单调整一下，把它整个的放平放直。好 ，OK， 接下来我们变车尾，车尾的话，第一步就直接把这个零件往里扣。扣进去的时候，我要是没记错，它是类似有一个联动效果的，就把它往里塞的时候，它会这个零件会往外爆一下。哎，你怎么不爆啊？不爆算了。我记得我以前玩的时候会爆一下的啊，跟那个联动一样的。既然不联动就算了，往里扣，扣的时候就这玩意儿往外拽啊，往外拽。好，脑袋怎么塞不进去了？哦，想起来个事儿，我操，兄弟们，是先把这个脑袋塞进去，就这个模具有个逆天的地方，这里这个零件会堵住这个脑袋，我们要先把这个脑袋塞进去，然后再把这个下半身给它翻进来啊，下半身这边两边给它往外头稍微拽一下，往上提一点，拽一下，给它逼让开啊，就这个地方比较蛋疼。算了，诶，咋回事？哎呀，阿米诺斯，我知道之前到底哪里有毛病了，就是它这个变形扳手在哪儿？就这个地方，你变的时候，你看我这个时候是可以正常翻下去的。好，翻到这儿不要着急，你再把这玩意儿的脑袋整个的捅进去的同时呢，你会发现这个上面的，因为这个尾部啊，车尾这个零件推出来了，就导致顶部的这两个面板也扣下，也往里收，然后你再往下翻就会别到这个车窗。反正就是玩的时候多少注意一点吧，啊，玩的时候多少注意一点这个变形步骤。这玩意儿算是挺抽象的，这个地方多少有点卡手啊。看来我视频开始讲的没毛病，我印象里的这模具有的地方挺卡手的。然后是把这边给它按平啊，有的时候会凸起来，你就把它按平就行了。按平之后呢，只要你两边这个卡扣是扣住的啊，就不太担心它有什么就是不就哪里扣不上的这个问题了啊，因为限位该限的都已经限制住了。之后就很简单了，我们把这个车窗呢去以一个类似滑的这么一个效果，当然你想扣也行，就稍微就这样一抬这个透明件啊，把它往这个里面一扣，哎，一扣好，一扣一塞一折，搞定啊，就车顶就变完了。那载具现在看着还挺好看的。这辆轿车具体什么型号不知道，有没有车头啊？还有真有，经典雪佛兰的车。那我们这边的话，就把这个手呢给它收进去啊，收完之后就很简单，给它往这里面这么一塞，然后另外一边也是一样的，把它往里哦，溜，好蘑菇扣兄弟，还就那个接话阀直接飞出去了啊，就这样往里一折啊，它应该是也有个卡扣位点的啊，在这个手里面。把两个卡扣位点简单的这么一扣啊，一扣，这边两个凸起凹槽一结合，好 ，OK， 这款变形金刚3低级别的摇晃，我们简单调整一下，就变形完成了。这载具的密合就完成度还挺高的啊，然后再加上一些这个说不清道不明的蓝色涂装，看起来挺有感觉的，略微有一点像什么，就是变2被炒得很贵的那种扫描模具的感觉。如果它车尾的透明件再多一点，就更有那种感觉了。透明件、车窗啥的，这个效果挺好的啊。载具是吧？尺寸就已经很接近 SS 了，小小的，都是铆钉轮的。这载具完成度我觉得还是挺高的，挑不出来什么太大的毛病。坏了，还真有点太大的毛病，我这里没变到位，这下小丑了，兄弟。我看看啊，是这边这只脚没变到位，稍等。我们要把这个零件给它往外翻了。好 ，OK。
啊，这下舒服了。滚动性怎么样？滚动性没毛病，甚至很流畅。然后变三那时候有很多玩具啊，就小车啊，都有一个超级优点，就是他们插这个5毫米车顶插5毫米这个地方呢，就有弹簧的，认真给你做分件的，就有这么一个弹簧的，你把这个武器拔走，哎，它就弹上来，你弥补这个空洞了。你这在现在的很多官方玩具身上，你想都不敢想的。而且除了尾灯这里没有给你上透明件之外，它车前灯这些零件都是认认真真给你上的透明件做的这个车灯，总之舒服的不行。反正我挺推荐这个模具的。那 OK 兄弟们，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儿了啊！如果你对这款变形金刚3低级别的摇晃感兴趣的话，可以考虑入手。日版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个版本啊，这个版本不仅便宜，而且优先级要比那个日版的蓝色要高。至于为什么，我们之后讲日版的时候专门说，因为确实得狠狠的骂了，说是。那 OK 兄弟们，今天这期就到这里了，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拜。